首先是首阳山这个名字，那它其实是出自那个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里面。伯夷、叔齐这2个人那个时候改朝换代了，变成周朝了。但是他们不屑周朝的政权，所以他们就躲到首阳山上面隐居，去做一个跟他们不想要的一个大环境的一个对抗。那是一个理想的空间，可是他们最后是屈服于一个现实上，就他们是饿死的。那我就想说，山上会是一个单一的食物来源，因为他们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，没有复杂的经济的作物的交流。相对于山上是一个出世的环境，那山下就是一个入世的空间，它就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化跟一个经济体系的呈现。水墨胶彩这个材质，我觉得有趣的是，它很多的来源有点像采集的，因为它很多都是天然的，比方说天然的矿物来源、石头的粉末、天然的动物的胶，所以我觉得有趣的是，首阳山上好像就是一个采集的世界，就是你采集大自然的各种东西来去做创作。我们在喜宴的时候都会放置的一些小点心。那瓜子这个食物也是，它其实不是能吃饱，它就是给你打发时间用的。那大家围着一桌坐在那里嗑着瓜子的时候，就是在闲聊着谁家媳妇生孩子，谁家又儿子要结婚，咔嚓咔嚓嗑瓜子的那个声音，跟你在碎嘴着别人的人生的一些事情，这种八卦的事情的时候，看着你嗑完瓜子的那些残壳，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可怜的感觉，就觉得我们每个人也都只是另外一些人的碎嘴的一个对象。其实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这种你不喜欢的交际，你不喜欢的人情世故，可是它是必须存在的。因为你如果想要像伯夷叔齐一样一直躲在山上，可是你最后下场是你是饿死的，因为没有人可以独活于这个世界，没有人可以独活于社会，所以你还是必须去适应这个。但是我还是相信每个人可能都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不舒适，或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抵抗，想要抓住自己的某个首阳山上的一个理想的一个精神。